各位粉丝们好，我是听风的禅。不是残哥，咋打扮成这样啊？有点吓人啊！我要不我害怕走不了，昨天被粉丝们围攻了。拍照拍了1个多小时，怕了是吧？从会场走到大门外用了1个多小时。可以，这形象也行啊，说得过去。掩盖一下我的魅力。行，看看这卡车，这不是卡车，这导弹，这是红旗19。红旗19啊，6连发。红旗9B 2款啊，一种是正常的红旗9B，那种是不正常的红旗9B，正常的粗啊，不正常的细啊。后面那2位厉害，610A 情报雷达，还有一个是780目标指示雷达。你看它这个板啊，没有任何的参数，就往那一放。你要是不明白的话，你根本不知道它到底是干嘛的。这就是航展，航展就是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。红旗19。啊，地空导弹是这次珠海航展的明星产品，它有多明星呢？它是用来拦截弹道导弹的，大约是5000公里以内的弹道导弹。我说的射程，5000公里以内的弹道导弹，它可以搞定。这一次在珠海航展上呢，它展示出来之后呢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啊，尤其对外国人啊说这太可怕了，这样的话我们打不着你了。某些国家，例如说是那个放烈火的那个啊，你知道他为什么和咱们现在很友好了吗？撤兵了，他因为他的烈火没用了。当然了，还有冬天来了要下雪啊，所以就撤了。所以说和平是怎么来的？是靠这玩意儿，是靠这玩意儿的。你要说是反导导弹。然后说射程有点 low 啊，但是还要提一下，它的射程大约是500公里，这我猜的啊。互联网没有啊，我猜的。但是应该大差不差。射高呢应该是40公里至200公里，这个也没有官方那什么，我也是猜的。这个红旗9B呢，其实放的有点问题，后面的2个610A 和那个780啊，这2部雷达应该是给红旗19服务的，它居然放在了红旗9B 的那边，这就说明一个问题，它这儿不会乱放东西的，这就说明610A 和780是能够给红旗9B 和红旗19同时提供引导和搜索，只有这种可能性，要不然它不会这样放。其实啊，这个是发射单元。真正牛逼的是那块雷达，一个是610A 情报雷达。据我猜测，它这个610A 的搜索范围4000公里。你现在这里是珠海，啊，如果要是这里开机的话，这颗雷达这个现在开机的话，澳大利亚天上飞什么飞机它都能看到啊，整个亚太都会在它的辐射范围之内，甚至本子都可以。有很多传说说这个就是中国的萨德，中国版的萨德，其实我认为不对，它比萨德牛逼多了啊。萨德吹的是4000公里搜索范围，然后实际呢也就2000多公里，但咱这实打实的4000公里以上。610A有源相控阵，而且是硕字相控阵雷达，这就不得了了，这是全球最高水平，不仅可以探测一般的飞机、外太空的导弹、隐形战机 F-22、F-35，它都能发现，4000公里以内没有人可以逃得了。覆盖范围是从南亚北部，就现在到这南亚北部到中国内陆啊，到青藏高原都可以。然后机动性，你看这雷达呢是下面有车，这么牛逼的雷达它居然可以装车上，你想这多厉害啊！那生存能力也很强。但是呢，这个610A 呢，这叫情报雷达，它没有引导攻击能力，它是探测、搜索，甚至它还有一些电子战的功效啊，它不是说干扰你，它是监听啊这块。收集目标、收集信息，但这样的功能稍微少一些。这个610A 呢，是红旗19的核心部件之一啊。我说部件吧，其实它是一组的。其实红旗19啊，光靠这发射车没用啊。你说它玩意儿它打谁去，对不对？没有那雷达车呢，它看不到。它的功效呢就是 S 波段硕字阵列雷达。它的全称应该是硕字 S 波段的硕字阵列雷达，抗干扰性非常强啊，无敌一样的存在，想把它干扰掉很难。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啊，某些国家干扰萨德啊，一干扰一个准儿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太容易干扰了，弄俩电吊枪都干扰了，但这玩意儿它干扰不了。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有源相控阵硕字雷达，
这是最高端的。具体怎么抗干扰的方式，一会儿再说啊。然后它起码能够做到反隐形、反隐身啊，目标识别。什么叫目标识别呢？就是它能够知道飞过来的是飞机还是导弹，还是弹道导弹，速度多少，它能算出来哪种型号，它也能算出来啊。你弹道导弹从外太空飞过来，它也能看到是哪种型号。然后飞机呢是轰炸机还是突防的那个 F-22，它都可以看到。这就是 610A 的主要的性能。然后再说780目标指示雷达，它这个叫目标指示雷达，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的火控雷达，就那个，它的范围稍微近一些，因为它要引导导弹。在真正的作战的时候，是610A 先要发现目标，发现目标之后把数据传给780目标指示雷达。但是目标指示雷达呢，可能在范围内锁不到，或者是锁不定它，因为可能距离有点远。这样的话，它会把数据单元，因为这一个雷达，一个那个610A，把数据收集起来了之后，传给数个780B，在这个区域范围内，这叫分布式拦截。举个例子啊，就是湖北有一个这个，河南有一个这个。河南有一个红旗19发射单元，湖北有一个红旗19发射单元，山西有一个红旗19发射单元。然后这个导弹呢，来袭的导弹经过谁？这个610A 呢，就把数据传给哪个省，传给哪个单元进行拦截。这飞机要起飞了，给我们粉丝拍个照啊！行，我都这样了，你们还能认出来？认出来。今天晚上每天听你的这个抖音。不过谢谢，我们也老兵，我们都当兵的。哦，我08年转业的。看看可以。好。然后这个红旗19呢，它的速度可以达到17马赫，现在网上说它可以达到30马赫。这个数据怎么来的呢？因为昨天晚上我也查了一下，它这个数据呢也不是空穴来风，说它能够达到30马赫的。是来源于一篇报道，外国的一篇报道，说这种红旗19可以拦截每秒1万米速度的来袭的导弹，它是从那儿来的。你可以算一下，每秒1万米大概就是30马赫左右。有人就认为着能够拦截30马赫的导弹的反导导弹，那就一定自身也能达到30马赫，这样是不对的。因为这种导弹呢，它是迎头撞击的，它不能尾追。你要从尾巴后面追上去干掉它，那不可能，难度太大。所以说，我认为还是17马赫，这是比较正常的。从它弹体和弹型上来讲，那是很正常的。它甚至拥有了打低轨道卫星的能力。好，歼10已经起飞了。好了，咱去看歼10去，一会儿准备开播。飞鸿97A 啊，牛逼吧？这是最牛逼的啊！这个是模型啊，我看那个蒙皮好像有点翘，不是真家伙。它牛逼到哪儿你知道吗？隐身的高空高速隐身的无人机，而且是攻击型的。它的作战半径1000公里，它可以快速的侦察，因为它下面有光电识别系统，能够在不开启雷达的情况下进行快速的光电侦察。因为它隐形的嘛，它能够飞到目标上空，滞留6个小时。随时进攻对方，这个持续战斗能力还是挺强的。你不要小看6个小时，对，小半天了。然后你要有4架呢，都24小时了，对不对？你要8架呢，你都爽了，对不对？那以中国实力，它能有8架吗？它得80架吧，它得。所以打起仗来，我靠，它6个小时足够，而且它隐形的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它是超音速的。而且更牛逼的是，这专业人士来了啊！最重要的，它可以做成中程僚机，歼20的中程僚机就它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可以做到高空高速，它和歼20的速度可以做到统一。所以说，一架歼20领5、6架这种东西在天上飞，然后它自己带的有弹，歼20甚至就不用开火。如果要是歼20被攻击了，他们可以主动上去挡导弹、挡子弹。它这个是飞鸿97A。在中国序列号只要是 A 的话，就是改的意思。它是一个改进型的飞鸿97原先的进气道是在背面的，飞鸿97改完之后呢 ，A 改完之后呢是进气道在两边，
为什么要改在两边呢？采用的是 DSI 进气口，这种设计呢是提高了超音速和大仰角飞行的进气效率问题，使飞机呢在做各种机动动作的时候呢，它不会因为进气量的减少和变化影响到它的发动机的性能。然后配备了雷达和分布式光电孔径探测系统和智能蒙皮感知系统啊。什么叫智能蒙皮感知系统呢？就是它的那个皮肤啊，你就这样吧，认为它整个身体都是一个天线啊，而且还可以实现360度的光学与电子侦察，它是有侦察和攻击能力的啊。智能化水平，作为高度自动化节点，就什么意思啊？它其实是具有人工智能功能的，有7、8架、10几架这样的飞鸿977在天上，会形成一个攻击网。一架飞机发现目标或者发现问题，它迅速会传到其他，然后那个飞鸿977就形成一个叫做智能的数据网络化集群，然后对空情信息进行处理，辅助飞行员进行决策。这什么意思？就是比如说歼20S，然后带了10几架这种东西，飞鸿977啊，它不会在一起啊，它扩散到哪儿都是。这个时候歼20就已经可以把自己的雷达关掉了，关掉之后就利用这种飞鸿97A 的雷达来发现对手，相当于和歼20共享视野。然后呢，机腹有折叠弹仓，它不仅可以放起落架，还可以放导弹。据说内置可以12枚飞鸿901型巡飞弹。这个巡飞弹飞鸿901我到现在没看到啊。这款巡飞弹呢，长度是1.2米，最大起飞重量9.5公斤。我看着有点像这玩意儿，对不对？1.2米，全身复合材料，最大作战半径15千米，那已经够了。15千米巡飞弹啊，巡飞速度是每小时100公里，俯冲速度是每小时288公里，续航时间可以达到1小时以上啊。这个巡飞弹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从这个飞机上落下来一个巡飞弹了，它就是一个小无人机，它能飞1个小时，在1个小时之内，它随时等待命令，它让它炸谁它炸谁，它过去就自杀式爆炸。飞鸿901的巡飞弹有高爆炸药、破片战斗部、穿甲战斗部，它采用的是光电和红外导引头，所以说它不散射雷达波。在不散射雷达波的情况下，精度高达2米以内，最重要是便宜，便宜的要死，就是这玩意儿跟塑料一样啊，就飞过去了。好，你看，大客户来了，大客户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啊。要不我一个人养吧。我肯定保证能卖出去，还能再搭出去一饼烈焰的茶叶啊！